Recruit 不是一般的编码助手，而是神一般的编码天团。欢迎来到凤凰 AI 七手，我是77。今天分享的全新编码助手 Recruit，它基于 Client 开发，具有超强的定制型和模式管理能力。本视频将详细介绍 Recruit 的安装、配置和内置模式的使用方法，以及如何使用指令创建新模式。安装 Recruit 很简单，就像安装其他 Vscode 扩展一样，在扩展市场搜索 Recruit，点击安装即可。接下来就是如何配置。点击左侧的小火箭图标，打开 Recruit 面板。首先点击这个配置图标，配置 AI 模型，可以选择谷歌 Gemini， 然后填写你在谷歌 Studio 中获取到的 APM1。Gemini 有很多不同的模型，推荐使用 Gemini 2，它可以帮助 Recruit 更好的理解和回答问题。点击这里可以添加多个配置文件，以便根据需要灵活的调整 Recruit 的工作模式。下方有很多关于操作授权的配置，容许暂时略过，因为有更便捷的配置入口。点一旦保存设置，回到面板首页。接下来点击这个 Promise 按钮，进行一些全局配置。首选语言选择中文，下边这个文本框可以针对所有的大模型设置一些规则。再往下则是针对 Recruit 核心模式的配置。代码、架构和问答是 Recruit 的3大核心模式，组成了 Recruit 的基本专家团队。每一种模式就像是开发团队中的一个岗位，各司其职，井井有条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团队不够强大，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一些其他的模式，比如代码测试员、数据库管理员等角色岗位。我们马上就会演示这些核心模式是如何使用的，怎么切换，以及怎么创建新的模式。Recruit 的所有产物的功能都集中在这个区域，这是自动批准设置的快捷入口，对于实际应用来说非常重要，和我们刚才忽略的配置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些选项直接决定了和 Recruit 的交互方式以及 Recruit 的行为。允许 Recruit 读取文件有助于提高回答精准度，建议开启这个权限。是否允许 Recruit 修改文件？保持关闭，建议从只读开始，逐步开放。所有小文件的操作都需要开发者批准。第3个选项，是否允许 Recruit 执行终端命令？我们选上这个选项。是否允许 Recruit 使用浏览器？可以选上。下边这个 MCP 服务器的选项，根据官方的建议可以不选。允许 Recruit 自动切换模式，创建任务，这会让 Recruit 用起来更加流畅。如果 AI 接口请求失败，允许 Recruit 自动重试。不用担心，在这里选上并不表示马上就启用，在操作过程中你可以使用这个总开关，很方便的关闭和启用这些已经选择的选项。下边这个大文本框就是我们和 Recruit 进行交互的主阵地了，可以在这里艾特文件和文件夹来作为对话的上下文，也可以使用反斜线来切换模式，也可以点击这里手动切换模式。但是切换模式最省事的做法是告诉 Recruit 让它自动切换。后边的这个按钮是选择启用哪个配置文件的。小星星可以优化你的输入。这个照相机按钮是用来上传图片的，请注意，当选择的大模型不支持图片的时候，这个按钮是不可用的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就可以让 Recruit 开始干活了。然而，当我们真正开始操作的时候，就会发现 Recruit 的面板占据着项目文件列表的位置。虽然可以点击这些按钮进行切换，但是感觉会很麻烦。官方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做了这个按钮，这样就舒服很多。有一个细节需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你在左侧修改了配置，你必须重启右侧的面板才能够生效。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个简易的博客项目为例，体验一下 Recruit 的强大功能。手动将 Recruit 切换到架构模式，这个模式不会编写修改任何代码，但是能够生成或者修改 Markdown 文件。使用将整个项目的文件夹作为对话的上下文，让 Recruit 协助我们梳理一下这个项目的架构和逻辑。这是切入一个新项目的最好方式。Recruit 的回复内容包含了思考过程和最终答案。因为我们没有开启自动批准，所以现在 Recruit 没有读取文件的权利，需要手动批准之后 Recruit 才能够继续往下执行。批准之后 Recruit 给出了 App 文件的分析结果，同时再次申请其他文件的读取权限。这样太麻烦了，我们干脆把读取所有文件的权限都给他吧。因为刚才我们已经选中了文件的读取权限，现在只需要打开这个总开关 ，Recruit 就不会频繁的请求读取权限了。自己分析完毕之后，生成了一个临时的 Markdown 文件，以供开发者审阅，并提供了保存按钮。点击保存之后 ，Recruit 会在工作区的根目录创建一个新的 Markdown 文件，最终告诉我们分析报告已经完成，并写入了 Markdown 文件中。此时点击这里开启新的任务。官方建议每个任务最好只集中解决一个问题，这样会更高效。在新的对话中，要求 Recruit 在项目中增加一个文章编辑功能，先让 Recruit 给出方案，
在编写方案过程中，一旦入库的有疑问，就会停下来，得到进一步反馈之后，方案很快就会完成。保存之后，入库的给出了进一步的建议，告诉入库的将模式从架构模式切换到代码模式，并且根据实施方案对代码进行更改，实现文章的编辑功能。代码模式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编写和修改代码。执行这个命令之后，肉眼可见的看着入库的把架构模式修改成了库的模式，并且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。因为我们没有授权入库的对文件的修改，所以他会不断的请求修改和创建文件的权限。此时可以进入配置页面，选择文件修改权限。回来之后，入库的已经开始自己修改保存文件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七七建议你密切关注入库的修改的每一个文件，做到心中有数，避免 AI 修改不该修改的文件，引发莫名其妙的错误。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是100%可靠的。入库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，会请求执行启动项目的命令。我们暂时拒绝这个请求，写入一个更详细的启动要求，要求入库的先激活项目的虚拟环境，然后在虚拟环境中启动项目。访问这个地址，文章修改的功能已经添加完成，并且完美可用了。ASIC 模式不能编写、修改代码，也不能执行命令，仅仅提供了和入库的进行对话的能力，以帮助我们了解代码。所以，你对代码或者对项目的架构有疑问，就可以调用这个模式为你答疑解惑。入库的提供了自定义模式的功能，创建自定义模式的最佳方案是在库的模式下让它自己创建。告诉入库的我们需要一个测试 AI 模式，并提出要求，给出一些权限。很快，一个自定义模式就完成了。在对话框下方的模式列表中，可以选择这个模式进行使用。既然能创建，就能够删除。如果你想删除刚刚创建的 test 的模式，直接告诉入库的就行了，非常省心。文件级别的操作，入库的游刃有余；代码级别的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入库的会在光标所在的行亮起一个黄色的小灯泡，点击这个小灯泡就会看到入库的支持的操作。比如，我们可以选择让入库的在新的任务窗口解决这个语法错误，或者选中一段代码让它优化解释代码，也可以另外输出一些其他要求。入库的并没有像 Windsurf 或者 Cursor 一样提供代码自动完成的功能，但是你可以在对话框中下达指令，让它编写函数或者完善代码。电光石火之间就能够满足你的要求。关于入库的核心能力和使用方法就分享到这里。总结一下，入库的不仅能够自动化生成代码、分析架构，还能够自定义模式打造专属的编码天团。如果对你还有一点帮助，记得给七七点个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使用心得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